给你3秒钟，告诉我谁是股市中的指标之王？没错，就是 MACD， 最经典、最多散户使用的趋势指标之王。知道它的散户成千上万，但真会用的人寥寥无几。用过 MACD 的朋友，最后大多是亏损离场，只能留下一句评价：它太滞后了。而这次，阿哲要揭开 MACD 的神秘面纱，告诉你关于它的真正使用技巧，让你也能通过 MACD 在股市中轻松盈利。如果你完全不了解 MACD， 阿哲也将往期 MACD 的入门教学放在了视频下方。MACD 有5个组成部分，如果你是做多买入，常常我们会关注快速线、上窗、慢速线，也就是你经常听到的金叉买入。而其实关于金叉买入，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就单纯只看金叉买入，就有多达8种经典且有效的买入技巧，而每一种金叉买入都对应一种特殊的行情走势，也代表着一笔交易利润。所以当你掌握了这8种金叉买入技巧，至少你在股市中会比他人多把握住8种可以盈利的行情点位。阿哲会将这8种买入技巧制作成一系列的教学视频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的频道，可以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本频道每周会解析美股行情，以及分享阿哲认为在股市中行之有效的技术分析技巧。今天我们学习第1种金叉买入技巧：天鹅涨势。如果你会一点点 MACD， 那肯定知道水下金叉不能买这句口诀。你看 MACD 在0轴下方，就是我们说的水下，而水下则说明股价趋势趋于弱势，处于下跌。这时候的金叉往往是多头陷阱，买入后反而会见顶。如果你会这句口诀，这种买点它就骗不到你。但是你看，这又是一次水下金叉， MACD 和股价一起再创新低。按照口诀，水下金叉依旧不能买，但你常常也会发现底部就在此处诞生。所以口诀可以记，但实战不能只依靠简单的口诀。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天鹅涨势，就是专门为水下金叉买入、股价大跌抄底而设计。来看看它的具体价格形态。我们先学基础形态，在视频结尾，阿哲也会告诉大家一种天鹅涨势的短线暴涨买点。首先，确定一个前提条件，天鹅涨势必须是0轴下的行为。如果市场表现中 MACD 快慢线已经处于0轴上方，说明你得先排除掉价格会出现天鹅涨势买点的可能。明确这一前提后，我们看到天鹅涨势第1个表现是 MACD 指标在0轴下方出现了金叉行为，也就是图中白线快线上穿了图中黄线慢速线。如果你对于2线交叉其实不能分得很清楚的话，你也可以看看上面的红绿柱。学过 MACD 基础教学后，你就会知道红绿柱其实就是监控快慢线距离的指标。当红柱转为绿柱，说明此刻出现了双线金叉。反之，如果是绿柱转变为红柱，则说明此刻 MACD 在经历双线死叉。这也是一个快速识别金叉和死叉的方法。我们看到后半句要求快速线和慢速线必须同时向上运行，这说明我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金叉本身，还有金叉后的持续性。因为实际行情走势中，很多时候的水下金叉仅是股价的反弹，就如同图中1的金叉，没过多久就再次回归到死叉当中。所以1的金叉并不算是天鹅涨势的第1个表现条件。看到第2 DIF 快速线在向上突破0轴前出现了反转向下，再次往慢速线靠拢。在指标中的表现就是绿色的能量柱在逐渐的缩短，如果缩短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红色柱，就说明当前 MACD 又死叉了。我们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，所以第3个条件是在2线再次死叉前，快速线得重新回归向上运行。表现在指标中就是绿柱又开始逐步的增长，而首次回归增长的绿柱就是我们的抄底点位，止损价格也是抄底点位当天 K 线它的最低价格。这里再次提醒，天鹅涨势的使用环境
一般是股价中长期下跌后，最好伴随大量筹码套牢，这种底部的水下金叉才是使用天鹅涨势的绝佳环境。所以想用好天鹅涨势，我们需要寻找股价至少中期下跌后的行情， MACD 较长时间处于零轴下方。如果在这个阶段出现了2次回踩不创新低，或者有类似于头肩底等等的底部价格结构，再配合天鹅涨势买点，效果会更佳。水下金叉后的买点确实当天不能盲目的买入，很多时候是低位高点或是洗盘的开始。当然了，我们关注的也不是死叉当天，而是后续表现，是不是快慢双线一直在水下运行，没有突破零轴，而股价震荡洗盘中 MACD 的绿柱也是不断的缩短，说明快速线在往慢速线靠拢，但还没有出现死叉。而这一天突然又是绿柱变长，回归到价格图表，它当天是一根中阳线，突破了前方震荡洗盘的平台，那么它就是一个天鹅涨势的抄底点位，同时它的最低价也是我们的防守位。后续如果不能把握到波段底部上涨，而是重新跌破了防守位，也要记得及时离场。而结果呢，这里确实是一次大行情的启动低点，我们用一根 K 线的止损，以小博大，这也是趋势交易的关键。通过这种交易技巧，尽可能让你的交易能够保持大赚小赔，才是一个真正值得学习的交易方案。听到这里，相信基础的天鹅涨势你已经了然于胸。那看回前面的行情图表，在这种中长期下跌后，就是使用天鹅涨势的绝佳环境。而中途一些普通的短期的金叉就没有太多交易的价值。当双线水下金叉，而后价格2次回踩时，出现了天鹅涨势买点，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抄底点位？后续这里还有一轮中期的下跌行情，又基本上回到了前方的防守位附近。那请问这一次的绿柱增长买点，它属于天鹅涨势的抄底点位吗？可以评论区告诉阿哲你的答案和原因。接下来阿哲最后想分享的是天鹅涨势的短线暴涨形态，它是一种资金在短线拉升前有时会用到的砸盘手法，要求比较简单，不用再是前期有大幅下跌，它可以是在启动初期或是震荡上涨中使用，只要求是股价回调，而 MACD 双线在水下出现金叉，同样回调中要出现持续的绿柱缩短。注意了，不能只是当天一日的绿柱缩短，不然容易出现骗线行为。而如果是传统的天鹅涨势，可能需要的是在出现红柱前再次出现绿柱变长。但在短线形态中，我们需要一种极端的状态，就是图表中出现绝处逢生的现象，红绿柱基本上若隐若现，如同消失一般，这代表快慢双线数值相差微乎其微。而第二天股价立马出现跳空上涨实体阳线，这就是短线暴涨形态的最优买点。当然有时可以退而求其次，只要是强势上涨阳线即可，不一定非得是跳空或是带缺口，如果有则更好。而后股价短期一飞冲天， MACD 第一种金叉买点天鹅涨势，现在你学会了吗？希望本视频能够在 MACD 的使用上对你有所帮助。更多 MACD 使用技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